Hello，大家好，今天是2月11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周一美股出现了明显的上涨，难道上周五美股的跳水它是假摔吗？阿哲认为，目前美股的风险还没有完全的释放，千万不要掉以轻心。英伟达强势领涨，王者归来，下跌不破这个价位可以继续看涨。特斯拉跌跌不休，有1个变盘时间和3个下跌目标位，你一定要知道。我们看到今天的行情图版，现在我们看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的第139期，阿哲依旧会通过3个部分来讲解本期视频的行情观点。第一部分是纳斯达克指数 K 线趋势和空间支撑压力的点位分析。第二部分会讲解特斯拉、英伟达它的专项报告、专项解析。第三部分我们会以行情快报的方式进行点位快速的分析以下个股，分别是高通、PLTR、亚马逊、台积电、苹果、MSTR、Meta、谷歌等以上个股进行快速的行情播报。因为以上内容准备的较多，所以阿哲的视频时长可能会较长。如果您是新同学，那么不要忘记可以看到下方播放按钮旁边的这一个小三角，点开之后可以看到本期视频所有的行情时间轴，点击下方时间轴，你可以快速的找到每一个节点上的一个专项的分析，那么快速得知您想要看到的内容。如果您是老同学，那么可以从头到尾完整的观看，那么阿哲认为这对您会是一个更大的帮助。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一部分关于 K 线上的分析。在最近市场是一个震荡的行情，但是通过 K 线也可以帮我们去把握到不少的机会。比如在上期视频我们讲到的副线组合，通过副线可以规避一些下跌的风险，通过副线也可以把握一些上涨的行情机会。而在今天的视频当中，我们不只要去复习一下副线，同时也要会讲解一下当前最新出现的这2根 K 线，叫做晕线组合。阿哲相信今天观看视频的同学应该有很多是新同学，所以阿哲把这2个 K 线组合的图形图谱都放在了桌面上。大家如果您是新同学，可以截图保留，到后续我们在个股的讲解当中也会用到这2个知识点。现在我们看到这2个组合的不同之处，首先是副线。副线它一般要观察3根 K 线，它首先由2根 K 线构成，一根阳线和一根阴线。阴线的特点是高点比阳线的最高价格高，而后阴线的实体它至少要覆盖阳线实体的一半，构成这种条件才会构成我们的副线组合。在副线之后，我们应该去卖出股票，或者说短线的获利了结。卖出之后，等待下一根 K 线叫 XK 线。XK 线可以告诉我们这里的副线它究竟是一个砸盘还是一个再一次的买进机会。 XK 线它会告诉我们副线之后是否还会存在再次的买点，副线它是回调是砸盘还是真的是资金出货。一旦副线后的 XK 线高点被突破，我们可以作为买点。这是第一个我们去复习的知识点，叫做副线。而第二个叫做晕线。晕线就更为简单了，一般看2根 K 线，第一根 K 线是一根实体较大的 K 线，第2根 K 线是一根小 K 线，由2根大 K 小 K 构成。大 K 在前，小 K 在后，小 K 线的所有价格都在大 K 线的实体之内。这2根 K 线是没有阴阳之分的，它的市场含义是目前的市场是震荡、是停顿、是混沌的，方向有待选择。后续的股价如果能够强势突破大 K 线的高点，我们认为方向选择向上；如果能够跌破大 K 线的低点，我们认为方向将选择向下。简单复习这2个 K 线知识之后，我们看到目前的图板，那你现在就会很明确的看到当前的最近的这3根 K 线，它构成了副线的3根 K 线，也构成了晕线的2根 K 线。那么按照副线来看，是不是有一根阴线的高点创了昨天阳线的最高，而后实体覆盖它的阳线实体一半？所以这个位置周一的 K 线为 XK 线， XK 线高点要被突破，才认为股价会向上运行，才是一个副线后的买点，这才能认为它的风险大概率解除，风险释放。所以目前美股的风险阿哲认为还没有释放，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看到之前这里是一根副线，而后 X 被突破，股价风险释放，再次上涨。这里呢也是副线 ，X 在这里高点突破，是不是短期向上波动？
这里是一根不太标准的副线，这里为 X， 高点突破，短线也再次向上波动，而前面这里同样是一个副线，它的后方是一根 X， 高点突破，短期向上再次波动，所以目前的副线 X 高点被突破，才能认为这里风险释放，而股价能够向上波动。这是通过副线来观察短期的美股走势，而运线告诉我们，昨天的价格走势虽然强势上涨，但是它整体在副线的实体之内，所以它还是一个震荡停顿的信号。我们唯有看到价格明显的向上的运行，才能够认为这里是上涨。而后如果股价是向上跌破，则方向还是会向下下跌。通过副线和运线，我们知道昨天的股价市场虽然是强势上涨，很多 AI 个股出现启动，但是目前的美股市场整体还是风险为主，空方依旧强于多方。当前的市场混沌震荡，没有明确的方向 K 线产生之前，不要盲目的去加仓，盲目的去看多或看空。这是第一部分有关于 K 线的分析。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二个叫趋势分析。趋势分析我们用到趋势线和一些高低点的简单支撑压力来去讲解。看到前方这两个高点所形成的下降压力线，是不是突破之后无法去有效强势上涨，回踩时每一次都是跌落的，要么是不能突破，要么是突破之后快速跌落。像最近这一次呢，也是突破，刚突破一天就贴回来了，而跌回来之后又站上了。所以目前周一的上涨能算是有效突破下降的压力线吗？也是不行的，因为它当前要重新的去计算，它是再次重新的站上一天。我们说趋势线的突破，一般第二天会是关键 K 线，第二天之后的高点能否突破，是一个动能强弱的分辨。如果连突破都不能突破，那肯定呢就不看了。突破一天，突破第二天就跌破了，那肯定也是弱势的。目前再次是突破第一天，而后周二会是突破第二天。第二天如果再次走弱，再次跌破，那依旧是无效的跌破。而第二天如果是走强上涨，那关注一下周二的高点，它会不会构成压力？如果是压力，则小心它依旧要看跌，依旧容易回落。所以当下呢是在一个下降趋势线上，没有构成有效的突破，那么也意味着上涨空间当前是不够的，目前短期是没有打开这个上涨空间的。所以你要小心的是价格的下跌往前面的高点去回归，而这里还有一定的下跌空间，而目前没有明确的打开空间的一个信号。所以当前的美股在 K 线和在趋势线上看，它都还具有风险，目前还没有一个空间打开上涨动能延续的表现。以上就是对于趋势结构和 K 线的解析。如果通过这些方面对于短线您能够有所思考，有所收获，有所帮助，那么呢，老同学不要忘记了为阿哲的视频点一个小红心，点一个赞，支持阿哲的视频创作。如果您是新同学，第一次来到阿哲频道收听阿哲的视频，如果您还未点击订阅，那么阿哲也希望在收听视频有所收获的同时，也可以点击阿哲视频底下的订阅按钮，点击之后它会显示已订阅，那么你就成为了阿哲频道的订阅观众。您可以再点击全部的铃铛通知，这样阿哲未来每一期视频，每一场直播只要是公开的，那么在上架之后会第一时间的通知到各位。您也可以因此可以及时的把握到阿哲的视频知识点以及每期视频的及时观点。那么很感谢大家的点赞和订阅。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二部分，我们要讲一下空间技术点位支撑压力的分析。关于这项技术呢，是阿哲每天在美股盘前会在 Telegram 当中所发布的，专门提供给订阅观众的消息。这是对于新订阅观众的一个限时福利，只要您是阿哲的订阅观众，那么阿哲呢会提供半个月的时间，让大家能够去有所得知阿哲最及时的观点。这也是阿哲呢给新订阅观众的一个见面礼，希望在半个月的时间内能够给您有所帮助，提供一些点位和观点的参考。现在我们看到这一则消息，这一则盘前的信息，一般阿哲会讲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呢是关于当前行情的一个主观的看法，阿哲的观点。第二部分是关于纳斯达克指数和特斯拉日内压力和支撑的点位在哪里。像昨天2月10号的盘前解析，阿哲是在美股开盘之前，香港时间5点23分的时候发送的这一条盘前信息解读。
在信息当中，阿哲有讲到纳指有出现负阴线，而震荡行情呢怕连续的上涨阳线，在连阳后出现负线，所以目前呢不管涨跌都要去小心。而我们要等待 XK 线它的高点是有压力，还是能被快速突破，来以此去界定多方是否持续。另外的是，我们看到支撑和压力，纳指的支撑压力位，这个支撑点位和压力点位，它不是说它一定会收盘收到这个点位，而是将在这两个点位上去界定多头和空头的强弱之分。如果多方强势，一般收盘会突破预测的高点；如果空方强势，则一般会跌破预测的低点。那么像右侧的图表是纳指的日线图表，在图表上你会看到一些红绿灯，这里是一个绿灯，这里是一个红灯。股价上涨当中，如果是一个绿灯，说明多头强势，我们认为它会延续上涨。而价格如果在下跌时出现了红灯，我们认为这是一个下跌强势，空方转强，则后续大概率会延续下跌。那么以此呢，我们去提前判断每一天的多空究竟是强还是弱，做一个短线的参考。那我们看到现在最近的行情，在前方的绿灯之后出现了连续上涨，而在我们上周周五出现的跳水时出现了绿灯。我们说由绿灯转为红灯，只要小心由多方强势转为空方强势。但是在空方强势之后，立马第二天转为绿灯，说明空方强立马转为多方强。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昨天这一天的下跌，它有可能就是一个砸盘。像前期这里，在股价上涨时突然出现了一个红灯，而后立马接一个绿灯，说明空方由极强变成了极弱，多方由极弱变成极强。那么告诉我们，昨天的下跌就很大概率是一个砸盘，包括前期这波下跌也是如此。在红灯之后立马是一个绿灯，那表示空方由极强转弱，而多方也由极弱转强，那么后续股价出现上涨。现在也是这种提醒，在昨天是一根红灯，今天是一个绿灯，所以也是有一个极强和极弱的快速转换。那么我们认为在动能 K 线上，这一天的 K 线可以作为一个买点，当然这种买点属于提前的埋伏，提前的买进，所以它会偏激进一点。如果您是比较保守的，那么建议呢，还是按照 K 线组合我们前面所说的负线和运线去右侧去操作，右侧去逐步的突破，逐步的加仓。而目前买进呢，属于左侧的买点，在混沌的市场当中去把握多方走强的那一瞬间。而这种混沌的市场，多方能不能持续走强，其实还是个未知数。所以这个绿灯买和不买都可以，买入是相对激进，并且仓位不能过重的一种操作逻辑。而在这里我们要小心，在上涨途中，因为是混沌的市场，我们要小心它突然又来一个回马枪，可能会再次的跌破预测低点。那么这里阿哲把预测低点呢写到屏幕的上方，周二的预测低点是 19,682.53， 如果今天美股纳指收盘跌破了这个价位，收盘在它之下，说明最近又走出了一个红灯绿灯再转红灯，那么多空之间连续的剧烈的变化，那么市场将容易出现一种变盘的现象，只要特别小心。绿灯之后转红灯，则说明这一天的绿灯是错误的，买进过于激进，我们应该在转红灯之后快速的把这一小笔仓位进行止损。所以今天的预测低点大家要注意了，不能跌破，跌破则会转为红灯，说明绿灯它的上涨不能延续。在后续每天美股开盘之前，阿哲都会把预测的低点和高点发布在 Telegram 的学习小组当中。如果您是新订阅观众，那么记得要及时找到助教去领取这个福利。这里阿哲提醒一下，如何去领取每天盘前的消息。如果您是今天刚刚订阅阿哲频道的新同学，那么可能你还不知道，那么阿哲呢跟大家去讲一下，在视频底下有一个评论区，评论区打开之后会有一条置顶评论，置顶评论当中有一条 Telegram 的联系链接，这个联系方式就是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点击之后找到助教，发送一个口令叫做盘前，那么助教老师就会知道您是阿哲新订阅的粉丝观众，而后您想要盘前的信息解读，这样的话在未来半个月您都可以免费接收到这一条盘前的消息。也希望呢这条消息能够给你一些盘前的帮助和一些风险的规避以及机会的把握。同时这里阿哲要告诉大家，如果是订阅观众，那么还有其他的福利。刚才阿哲有讲到一个盘前的解析和点位的预测，这是其中的一个福利。
那么还有粉丝群组知识的答疑，以及进阶知识内部的直播。我们先讲一下这个内部直播。只要您找到助教，那么每周会有专门的内部直播课程供大家去学习。像我们在本周就有一个系列课程，叫做四维操盘体系价量时空全攻略，2月10号开始到2月14号结束。如果您今天看到阿哲视频，那么应该已经有2节课程结束了，但是大家不用担心，您只要找到助教，这2节课程都有回放提供，您可以去看到回放。因为全球投资者时差不同，所以阿哲的内部课程每节课程都会有回放的预留，您不用担心会错过任何一场内部的直播课程。而明天早上香港时间10点是阿哲2月12号的这一场直播，讲的是时间分析、月相预测术。如果您对于时间的预测感兴趣，那么明天的课程可不要错过现场直播，这是每周都会有的一个内部直播课程，这是第3重福利。那么第1重福利呢，有些特殊，它不是每一位同学都有机会去得到的。这一个学习小组只提供给阿哲的订阅粉丝观众当中最热爱技术分析、最喜欢学习、最热爱知识、尊重知识的同学。那我怎么知道您是这样的同学呢？很简单，在我们进行内部课程直播的时候，每节课程都会有老师安排课后作业，您只要听了1次直播，完成了1次课后作业，交给助教，在助教评分之后觉得您是合格的，那么就会邀请您进入粉丝群组学习小组。那么未来我们可以一起在学习小组当中去学习、去交流，您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进行解答。这方面呢，主要是技术分析方面的知识答疑。以上的3重福利，希望对于新订阅观众能够有所帮助。感谢大家的点赞和订阅。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到专题的个股解析了。接下来我们看到特斯拉和英伟达的解析。我们先看到特斯拉有关于空间、时间、资金、动能4个维度的分析。现在我们所看到是特斯拉的一个空间图表。曾经在股价处于上涨时，阿哲给到了几个空间的价位。在上期视频当中，我们有讲到 382.26 之前通过时间和空间的共振，阿哲确定了这里是一个中期的底部行情。所以呢，我们在这里提醒可以去布局去买进。但是呢，在最近的行情走势当中，特斯拉是连续的走弱，连续下跌，在这附近出现了对于 382.26 的破位。所以从上期视频开始，我们提醒是应该要去离场，应该把之前的中期的仓位去进行一个止损。我们在做交易的时候，千万不要把之前所制定的计划在真正的达成止损策略时去进行一个忽视。那么只有这样子严格执行止损，才能够去规避后续可能发生的更大的一个亏损的累积。最近的市场继续的延续下跌，跌破了 361.73。那么接下来我们所看到的空间价位上涨时的目标位，目前就暂且已经不用了。我们看一下下跌下方的目标位，而阿哲测算之后，下方呢临近的有3个目标位，341、324和306。那么离最近的341还有一点点距离，所以目前我们要关注2个部分。第一是 361.73 这个价位是否真的有效跌破，目前跌破了1天和2天。我们说过，对于某个价格出现跌破的时候，那么1天2天是一个观察的周期，它是一个动能的衰竭点。像前期这个低点跌破位，是不是也刚好是1天2天？所以对于前面的低点和 361.73 当下都还处于观察的周期之内。如果第3天有止跌或有明确的上涨，那么这里告诉我们，对于前面的低点和361是有可能构成一个跌破无效的，而跌破无效将会产生短期快速的站回这2个价位。这是第1种情况，对于假跌破的关注，目前周1、周2、周3还在观察的一个节点当中，所以我们不着急去判断是否能够买进，以及是否要悲观的看跌。对于特斯拉，现在我们处于上一笔中期交易是了结止损，然后等待下一次的交易点位，而至于是否去做空，这个阿哲呢不太建议。那么第2种情况就是对于361是有效的跌破，那么有效的跌破，那么在后续的时间内应该会再次产生往下的下跌，并且动能应该不会衰竭，甚至可能会放大。那么 341.46 就会比较快的去触及，我们就要关注一下这3个价位
哪一个地方会出现明显的止跌以及买入的信号。我们再回顾一下 K 线的知识。上期视频我们讲过，这里是一个负线组合，昨天是一根阳线上涨，今天是一根阴线下跌，阴线的高点创了左边阳线的高点，阴线的实体覆盖阳线实体一半以上，所以这是个负线。而负线后的这一天 XK 线是个观察对象，这一天的高点如果能被突破，那么一旦收盘突破，它刚好满足一个共振点，就是回归了361，并且突破了 X 的高点，那么它就可以去做一个买点，短线博弈低点的反弹行情。所以我们要去注意的是，第一种情况发生时，它构成了一个短线反弹的买点。这是对于空间上我们所可以看到的，以及呢这3个点位要去注意。如果延续下跌，有效破位361，我们就要去关注这3个价位附近特斯拉的股价会否发生止跌行为。接下来我们看到时间方面，时间的话，我们依旧用6个6的窗口来去观察目前特斯拉的周期。那么有同学说，阿哲前面这里对于时间的判断，现在呢看来好像不是那么准确，其实也不能完全这么说。因为6的窗口之前在这里提醒是一个中期变盘点，然后确实这个低点是隔了1个多月，那么后续才被跌破的，所以这个低点变盘时间是有效的，只是它的动能上不足，它只是一个反弹，只是一个震荡的上行，然后进行下跌。那么这个6个6的窗口，如果是老同学应该是知道怎么去使用的，如果是新同学，阿德这里呢再教大家去画一下。现在我们所看到是特斯拉的日线图表，那么在每一个软件当中应该都有一个工具叫做周期线。我们先找到特斯拉2024年4月22号的低点这一天，然后打开画图的工具，在画图的工具当中有一个叫做周期线的画线工具，我们选择这个低点前面这一天，而后挑选到这一个高点，那么你会得到一个6的周期，从低点开始算，这里是1、2、3、4、5、6，那么从一个低点到高点是6天。那么阿哲认为，在后续的股价波动当中，特斯拉一直遵循着这6天的小周期和大周期的循环。那么接下来我们说一下这个周期，如果你已经画好了，那么怎么去使用这个周期来关注特斯拉的行情。有关于这个周期，它有2个使用技巧，看一下左上角。第一个是6个6的窗口会产生中期的变盘点。那么什么叫做6个6的窗口？一个窗口就是6个交易日，那么6个6的窗口，那么就是36个交易日。而阿哲认为，从一个1开始运行到一个6的窗口附近，就会产生一个中期的变盘点。比如从这个低点运行到这个位置，6的变盘是一个低点，而股价展开一波强势的上涨。那么我们看到下一个6在哪里？下一个6的周期走完之后，在1的周期第一天就见到了一个低点，是不是也在6的周期附近产生中期变盘点，然后持续上涨，涨到位置是6的周期这个地方，是不是见到了一个中期的高点附近？它不是一个准确的当天就是最高点，后续的高点在1的周期这附近产生，基本也是临近，也没有多少上涨的空间，价格后续出现下跌。而下一个6的周期在这里产生了一个高点，这个高点呢形成了震荡，后续被突破之后才恢复上涨，是不是这个位置也是一个中期的高点？而从这个6开始到下一个6，就是我们最新提到的这个周期了。这个周期也是上次阿哲所说的中期变盘、中期低点的位置，股价在后续是不是产生了一个支撑，并且这个支撑有支撑了一段时间，只是动能上没有持续的上行，这是第一种使用技巧。而现在的价格从这个6开始走到目前是一个4的窗口，也就是说它离下一个6的窗口还有一定的距离。那我们就看到第2条规则，如果1到6的窗口股价运行时出现了加速，什么叫加速？类似这种行情，股价单边上涨，有跳空有大阳，这种叫做加速上行。比如说像这种叫加速上行，也包括前面这里叫加速上行，有跳空有大阳，明显的单边走势。那包括这一段行情是不是有跳空有下跌，明显的单边走势，那么变盘点会增加。正常从1到6，我们说从1到6它应该是低点高点或高点低点，中期的拐点。
而如果股价在中间突然之间发生了加速，可能提前把这个空间走完了，那么市场将会提前见到一个变盘点，而后在6的位置重新遇到变盘点，所以变盘点呢容易会增加，这是在空间加速的情况下。曾经我们用第2条规则就找到了488特斯拉的这个高点，因为当时呢是在6的变盘点之后，股价走了一个加速。那么加速它的变盘点往往会增加在3和4之间，在3后没有明显下跌，而是继续加速，那么你会知道在4的窗口前后将会是一个中期变盘高点。当时用这个技巧，我们知道这里是一个高点变盘，提醒大家特斯拉要止盈。那我们看到现在股价呢，在这个1的窗口的位置是不是出现了一个下跌？甚至现在回过头，我们还可以这么去说，在这个窗口当中，6的窗口它不是一个中期变盘的低点，反而变成了一个中期变盘的高点，因为6和1之间刚好有一个低点和高点，而目前低点被跌破，高点没突破，所以中期的低点反而变成了中期的变盘高点。而现在从这个中期的高点往下顺延往下跌时，走了3个窗口，而这个下跌的动作是什么？它是明显凌厉的单边的下跌，其中呢是有2、3个跳空缺口，所以它符合在运行当中有加速的行为。那么变盘点在本次6的窗口当中应该有所增加，那么增加的变盘点往往会出现在哪里？往往会出现在3和4之间，像前面这里1的位置开始中期高点下跌，那么在3和4附近就会出现拐点，那么股价上涨在加速过程当中，3和4附近会出现拐点，股价加速上涨，从1开始，那么到3和4附近容易出现拐点，那么现在也是如此，在1的位置开始下跌，跌到3和4附近，应该要见到一个中期的变盘拐点，而很明显这个变盘点不在3号的区间，那么因为3号区间低点已经被跌破，所以这个区间呢应该在4号区间形成。我们会看到目前4号的窗口已经走了几根 K 线，已经走了1、2、3、4根 K 线，而一个区间内有6根 K 线。那么今天是周2，明天是周3，后续2根 K 线将在周3的时候形成一个特斯拉的中期变盘点。现在我们所看到是上方为动能 K 线红绿灯，下方为 BBD 短线资金指标。在资金上，目前的特斯拉一直是在水下。我们说水下资金呢，代表的是一个弱势。那么水下资金在运作当中，我们一般观察2个点，一个是下穿时的那一根 K 线，以及连续流出后流进的那一根 K 线。那么前期走势当中，下穿是哪一天？是这一天啊，转为负数的这一天。那股价在上涨回调时，下穿的这根 K 线，它将是关键 K 线。如果这个价格走势真的是上涨回调，那么这一天下穿之阴 K 线应该会是变盘低点，但你会发现没有，它是跌破之后不能够站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这里不是回调，股价在近期出现创新低，也再次验证了这根 K 线的有效性。那么价格连续流出之后的流进是谁？是这根 K 线。那么它的高点能不能被突破，也意味着这个位置会不会形成低点，但可惜还是没能突破。所以通过资金层面上，我们可以在之前就知道了不太适合去做多，以及呢不太适合去进行加仓。所以从前期低点我们去中期买进之后，在这一波回调当中其实是很难找到买进的机会的，包括绿灯也只是一根阴线的绿灯，而不是强势阳线的绿灯。而在价格后续的走势当中，资金呢没有出现上穿，也没有出现连续流进和连续流出，但最近有点不一样。最近呢是有连续的4天资金的流出，它已经构成了可以去关注了，等待一个流进的绿柱，那么那一天将是下跌时候的关注 K 线，那一根 K 线将和它一样，如果能被突破，则将会形成低点的机会。而现在的资金还处于关注、观察、跟踪的方向，所以目前资金呢给我们的帮助不是很大。接下来我们也看一下它的动能 K 线表现。曾经我们讲过一个红绿灯的使用方法，就是价格如果绿灯、红灯、绿灯连续交叉转换3天都有灯进行显现的话，一般意味着变盘点即将出现高点或低点，一般取决于后一天的涨跌。如果你是一直跟随阿哲视频讲解到现在，你应该知道曾经阿哲一直有讲到这个方法，
它不是一个100%变盘确认方向，但是它有一个很重要大概率的参考价值。这一天下跌，所以后续变盘看跌，而下跌途中也出现了红灯、绿灯、红灯，所以这里呢也是一个变盘关注对象。下一个交易日还是下跌，所以最近呢依旧是下行。而我们可以看到，最近的走势当中是连续的红灯，基本上都是红灯，没有出现绿灯。那么在短线动能上，至少先等待一个绿灯 K 线产生，那么底下的资金就有机会去翻绿。因为在绿灯产生的时候，说明多方动能很强，那么就有可能带动资金由红转绿。这个地方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情况下容易出现这种 K 线。这里阿哲把今天预测的高点告诉各位，它在356.715。这个价格如果被收盘去突破，那么将会产生一个绿灯，而这个绿灯足够强势的情况下，有机会带动下方的红柱转为绿柱，那么它将是一个关键的 K 线，它的高点理应被突破，才能确定低点的产生。以上是通过资金和动能方面，我们在实战当中要去关注的一些点位迹象。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英伟达的解析，现在我们所看到是英伟达的空间图表。价格走势在前期高点后下跌，跌到116有所支撑，而后假阳突破，产生了本次的强势反弹。那么在这一波反弹当中，我们一直提醒你要关注前方这个阴线的区间，它其实也是一个筹码密集区，在这个区间内，它的中轴和它的上下轨都要去关注。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它的上轨是 130.75， 它的中轴是 126.87， 价格反弹至今，我们知道它是一个强势反弹，这种反弹连续阳线，连续的5天阳线的上涨，再加上这一根假阳，它已经6连阳了。这种情况下，绝对是有大资金潜伏的动作，而且也不能叫潜伏了，可以说是明目张胆。那么这种情况，这个价位，阿哲呢认为可以去对标前方这里。之前这里也是连续大幅的下跌，而后产生了连阳现象。那么这种现象在英伟达的走势当中其实并不多见，那么这里又再次产生，所以这两个价位我们可以去同样的去对待，同样的去看待。那么什么情况下这个地方会产生类似于前面这里的行情呢？就要关注一下后续可能发生的调整，它绝对不能是升幅的。因为一旦调整是升幅的，那么对于前面的资金进场资金肯定是一个打击，情绪上也会变得不好。那么现在我们要看一下它回调的幅度，最好不要跌破 126.87， 如果它连 130.75 都不跌破，那么就绝对是一个很强势行情的启动价位。如果它连 130.75 都不去跌破，那么可以说明本次的上涨这个资金是绝对的坚定，而且它真的是一轮波段的底部区间了。而往上去看这个缺口当中呢，还有一个压力。我们之前说过，缺口本身就代表一个压力区间，所以价格目前连续的上涨突破了前方阴影区间的压力，现在又进入到另外一个压力区间，所以这个上涨本身是困难重重的，只是它超乎意外的强势。而上方在这个缺口区间中有一个压力位是 136.98， 而目前股价的收盘价位已经非常靠近，所以离这个压力位呢也比较近。如果它连这个压力位都能够快速去突破，那基本上回补缺口是没有太多问题的。所以现在呢，我们依旧按照之前阿哲所讲的去推演这个行情。之前我们说过，价格的走势如果是出现下跌反弹，产生的是压力的提醒，就很危险。而当前好像并没有这种走势的推进了，它走的是一个上涨要去回调，要去测试支撑的动作。只要测试是有效的，支撑确实有支撑，只是不知道是130还是126而已。只要是有效测试的一个支撑再次启动去突破 136.98， 那么本次的缺口基本可以回补，那么下一个压力位将在前期的高点，所以这个空间还是有的，我们依旧可以去展望。现在我们看到图表是英伟达日线图表，上方依旧是动能 K 线，下方呢是 BVD 的资金。在前方出现了下跌之后，这一天转为了绿灯，而后连续3根绿灯，再加上这一天，所以本次的反弹它有4根绿灯 K 线，所以它的多头走势极度的强势。股价的资金波动当中，我们说过你要关注一些点位，一个是上穿时，一个是连续的流进，
变成流出时，或者说股价资金下穿时，亦或者是连续的流出之后它流进时。所以目前的图表有一些点位可以去关注，像前期这里上穿，所以它容易是高点变盘，股价没有有效突破，而是产生跌落。在上涨途中，这里最后是一个红灯的提醒，所以风险而后释放。价格在这一天出现了下穿，我们说下穿就有可能是低点变盘，它的低点不能被有效跌破。这一天假阳线跌破，第二天立马收回，所以这个低点没有有效跌破。它的高点当前是被突破，而这一次突破之后是有加速，所以本次突破应该是有效，所以确认了这个位置是一个低点的反转行情。所以从关键 K 线的区间可以看出，和空间点位的预测是差不多的。股价目前的回落差不多呢，也是在126这附近会产生一个支撑点位。只要它的回落不跌回这个区间，或者说不有效的跌回这个区间，能够快速站回，那不管这里怎么去走，我们都认为它应该去突破一下上方的那个压力，或者说去尝试突破上方那个压力。而如果能突破，那基本上上方的空间将会打开。那么这里阿哲顺便跟大家讲一下，如果周二收盘跌破哪个价位，它会产生红灯。周二的预测低点它在 131.765， 如果股价的调整连 131.765 都没有跌破，那么周二的回调则不算是强势的。接下来我们看以下个股：高通、PLTR、亚马逊、台积电、苹果、MSTR、Meta、谷歌的行情快报。阿哲会通过资金和动能两个方面来去快速的讲解关键的一些点位和短线的操作策略。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是高通的日线图表，前期出现了跳空的下跌之后，短期产生了修复行情，在昨天出现了一根绿灯 K 线，说明价格走势走到这里已经多头慢慢的转强。所以当前我们要注意一下，在多方动能转强时，它后续会不会快速的走弱，这是要去关注和小心的。这里阿哲也画一个点位，在周二的时候，高通跌破哪个价位会产生红灯呢？这个价位是 170.18， 在刚开始转为绿灯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快速的下一个交易日又转为红灯。一旦下一个交易日又转为红灯，则说明这一个绿灯很有可能它是一个诱多，它是一个反弹，而后风险依旧会释放。所以今天最好不要跌破 170.18， 一旦跌破就会产生一个诱多的确认。而从资金层面角度，前期呢有一个关键资金是这一天2025年2月3号，当时股价调整当中出现了下穿。那么下穿 K 线它的低点目前没有被跌破，它的高点也同样没有被有效的突破，价格曾经突破向上，但是快速的回落到这个区间内，目前是一个关键 K 线内的震荡行情。而同时连续的翻红之后，它的首根翻绿，它的低点在这里，这个低点它的高点目前也没有被有效的跌破或突破，所以当前的高通在相对的关键 K 线上是徘徊的，没有一个明确的 K 线，只是当前的价格整体处于区间的下沿，所以你要小心它会不会去跌破前方这一根 K 线的低点。如果跌破，那么高通这里呢还是有一个下跌的风险，而如果不跌破，它将会寻求向上的突破。那它要突破什么呢？之前我们讲过，你可以往左去看，左边有一根阴线，阴线的中轴你会发现到目前为止没有去突破。这个中轴线我们曾经是有讲过的，连续的2次上突进多头很强势的向上突进，但是都没有去突破。大阴中轴线它是一个关键压力，这里如果多头能够延续上涨，它的目标肯定第一个也是看一下能不能突破这个大阴中轴，如果依旧不能突破，这个震荡延续。而如果它不去突破，不去触碰，本次它还快速的跌破，那么这里呢高通也将出现一个向下的正式的调整回落。所以我们要注意了，短线关注今天会不会有红灯产生，而中线的压力看一下左侧大阴柱的一半是否能被突破，那个价位不能突破，那高通呢依旧要产生一个高位的震荡延续，而后久守必失，也容易下跌。接下来我们看到 PLTR 在前期强势的财报下出现了大涨，而后最近呢延续上涨。我们前期有说过，
在绿灯、红灯、绿灯这种连续转灯之下是要小心的，价格的走势而后出现的是下跌，所以这一天它的高点有可能是高点变盘，但是这个位置又再次产生了绿灯，那么它就打破了这种变盘点，因为在变盘点附近出现的是长上影线，我们认为有高点变盘的可能，但长上影线之后立马又是转绿灯，那多头走强，那么这里高点变盘的可能性就变低了，所以当前依旧可以看涨，只要股价的走势还是维持绿灯，或者说维持绿灯的延续上涨，没有出现红灯或连续的调整，那么皮尔 TR 还是可以继续看涨的。而下方呢，处于一个资金的连续流入而流出的这一天，我们就可以知道了，连续流进首根流出，它将是关键 K 线，而关键 K 线的低点作为防守位。我们现在不用管下一根 K 线会不会是红灯，只要这一天资金的关键 K 线不被跌破，那这个位置的回调哪怕是红灯也可以看一下。而假如有一根 K 线跌破了它的低点，那么这里将是一个上涨后容易产生持续流出的高点拐点了。在此之前，我们依旧可以看涨皮尔 TR， 只要小心这一天周一的低点不要被跌破。接下来我们看到下一只个股是亚马逊，亚马逊的图表还是有点特别的，最近它一直在转灯，股价呢从高点 242.52 之后，价格一直是绿灯红灯绿灯，而后最近2天又是绿灯红灯。我们说连续转灯下，你要注意变盘点的产生，前面这里是绿灯红灯绿灯，而后下跌，所以方向呢应该是看跌的。但是你会发现，在构成了前面的转灯之后，又来了一个变盘确认，是不是也是红灯绿灯红灯？那么它的下一个交易日是上涨的，那么我们可以认为这里变盘是看下跌，那么这里开始变盘呢可以看涨。同样的，这里又是绿灯红灯绿灯，所以最近的亚马逊它的波动特别的夸张，它的多空之间连续的转换，今天最好继续收一根上涨阳，那么就有2天延续的变盘看上，2个变盘点都是看上，那么这里将有机会构成变盘的低点。而如果这一天又是下跌的，那我们认为那我们就可以认为在多空博弈当中还是没有一个明确的胜负，因为变盘点看上之后又看下，所以它这个位置变盘点的效果将会大打折扣。如果今天收一根阳线，则2天变盘都看上，那么亚马逊可以看涨，从这里开始认为它是一个至少是低点反弹。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资金层面，这一天的价格走势，它是一个资金的下穿。我们说资金下穿，比如说在这种震荡行情当中，它应该就要变盘了，而这个震荡中的变盘，它的下一个交易日是变盘向下，是大幅下跌，它的高点和低点这个区间被跌破，那么它这里将是一个压力，也就是说目前这一根 K 线的低点它会产生压力，而价格这里上涨时注意一下能不能够去快速的收盘站上，可以的话，那么有机会验证一下这个跌破可能不是有效的。这里呢，阿哲给出一个防守位，也是小心它再次变为红灯的点位。在亚马逊的周二预测的低点是 231.17， 跌破这个价位收盘跌破则会转为再次的红灯，那么说明整体还是空方占优的，你就要小心了。现在我们看到台积电，台积电呢昨天出现了什么 K 线？出现了一个晕线，近期呢也是有所上涨，在出现了仿包的阴线，也可以说是一个负阴线之后这一天呢很明显是一个负阴线，价格创新高，实体被吃掉。那么负阴线后是一个小 K 线，我们说还不错，并且而后它还是一个晕线，基本跟着指数在运行有负线有晕线。那么按照负线来说 ，XK 线的高点要被突破才能看涨，而按照晕线来讲，它的这个大 K 线的高点被突破，我们能够更加明确8、9不离10，依旧会延续上涨。所以当下的台积电，如果前面没有把握到机会，或者说已经获利了结过一次的，这里突破它的实行高点可以作为一个买点，突破大阴线高点可以作为加仓点，这是台积电当前的看法。但因为前面有一根负线，所以目前你的短线应该是没有仓位的，你应该先获利兑现，获利了结，应该先离场观望，因为前面是一根负阴线，是风险提醒。下面我们看到苹果，
苹果的走势最近出现了一个大跌，关头阴这个高点的压力还是没有被触及，甚至它的低点呢都还没有站上，所以苹果这一轮关头阴的下跌杀伤力比较强。我们看到底下的资金层面下跌的时候，我们说股价上涨回调，如果这是个回调，这个位置如果真是回调，那么你要关注下穿的资金的这一天。那目前的资金有下穿吗？它在昨天周一的时候刚好下穿了一点点，所以这一天可以构成一个低点变盘的机会，只是要确认一下，因为低点变盘它的这个 K 线的低点是不能被跌破的，如果还持续的下跌，收盘跌破，甚至是有效跌破，那么这里不是一个回调，那前方的低点就比较危险了，不是回调那就是下跌，那么下跌就容易创新低。而如果它这里是回调，那么价格走势应该要去突破这一根 K 线的高点，这是通过资金上我们可以看到的。一旦突破，也可以作为一个买点来看。动能上的 K 线，我们也可以观察，今天如果能突破一个预测高点230.81，那么它也会变成一个绿灯 K 线，这也算是一个共振的买点等待，因为这里是一个负阴线，负线后为 X 高点如果被突破，也确实是负线的一个买点。现在我们看到下一只个股 MSTR 呢，虽然最近没有一个标准的负线，也没有一个晕线，但是整体来说小级别有那么一点点收敛三角形的状态。当下呢，股价的波动在往中间靠拢往前方的大阳线的中间靠拢，而整体在大阳上沿，并且目前的实体很明显是在压缩，在昨天出现了一个10日星，那么当前呢就是一个临近价格的变盘，动能的变盘。股价在这里如果有明确的方向 K 线上涨和下跌，那么将会确认一个短期甚至呢是中短期一个方向的选择。前期跌到这里震荡了许久之后，它的一个明确的方向选择应该在不久最近就会产生。资金方面的话倒是没有太多关键的，因为前方的低点变盘到目前为止没有跌破也没有突破，我们依旧呢保持一个观点吧。如果你要中期去布局，或者说你要一个稳定的看涨点，那么阿哲还是建议突破前方这两个长上影线的高点再去看待。如果你比较激进，短线想看涨，那么也可以等待一根阳线去突破，这里也可以作为买进点去博弈后续这个压力位能够突破，去加仓也是可以的。现在我们看到下一只个股是 Meta 的股价走势强劲，一直呢在缓慢的爬升前面加速之后缓慢爬升，资金呢却保持一直是红柱的流出，目前没有转为绿柱，也还是在连续的流出。昨天的流出资金反而更加多了，它的柱体更加放大，翻倍的放大。而通过动能 K 线，你也可以发现，在这一个绿灯之后，连续后续的行情都只是惯性的上涨，它没有再出现绿灯。所以目前的 Meta 你可以用动能 K 线来去做个防守，跌破出现红灯的时候就要小心了。这里阿哲给大家画一个点位，股价如果跌破714.365，这里是周二的点位，一旦跌破，那么就要小心，它将会出现一个红灯。在多头走势有点变弱，只是缓慢的惯性上涨时，如果出现红灯也是要小心的，那么这里将会成为一个红灯后的止盈点。如果红灯一直不出现，绿灯也不出现，还是保持这种弱势的震荡的走势，那么就一直看，一直持股即可，因为还是属于多头的惯性上涨当中。最后我们看到谷歌的走势，谷歌呢在大幅下跌之后，这一天是一个下穿 K 线，大家看到下方，在这一天下跌的时候出现大幅的流出下穿，前期这里的下穿呢是产生了一个低点变盘而后上涨。这一天的下穿呢，目前构不成低点，因为它没有突破高点，它的低点也被跌破了一下，但有效跌破吗？还不一定，因为跌破之后，这里出现了一个晕线，小 K 线的所有价格在大 K 线的实体之内，所以目前我们依旧可以关注一下，它是否会产生晕线后的上破。如果晕线后能够上破，我们认为这一波大跌到这里，至少会有一个方向性的拐动，动能多强还不确定，但至少呢，这个低点它将产生。
而资金的话，目前一直流出，但是流出的动作、流出的速度在变弱变慢。基本上，如果再出现一天上涨，或者说一天的震荡，应该就会转为绿色。那么绿色资金的这一天将也是一个关键的 K 线，所以这是谷歌当前处于一个关注底部区域可能构成的区间，可以观察一下是否运线会上破，是否流入资金会出现。以上就是2月11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目前美股风险尚存，在复线后的 XK 线突破确认之前，大家一定要千万小心。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